呃，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海绵城市概念啊，是中国的学者提出来的。它的意思您已经解释过了。那么听说台湾现在也在采纳这个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此。但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城市建设观念啊，它是应付常规降雨的，不能应付洪水进城以后产生的冲击。那么郑州呢，最近这些年城市建设是采用海绵城市的这个理念，但是郑州不知道啊。就我说这个郑州市市长也好，他的市委书记也好，他不知道1950年前是不是郑州下过像今年这样大的暴雨啊？我相信下过呀，只是中共没有气象记录。但是呢，郑州市的官员们也没有想到城市的蓄水水库会溃坝的，所以这个长期缺水的城市根本就没有设计要防范超大型洪水进城的这种排水系统。毫无疑问呢，这是城市规划目光短浅的一个后果。也可以说，只要在郑州发生超大型暴雨，再加上蓄水水库溃坝，城市淹死人的情形就几乎难以避免。那么其实呢，郑州是一个处在一个很危险的可能发生洪灾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因为它紧挨着黄河的河堤。黄河我们知道是个很大的河流，它遇到上游洪水的时候会泛滥，会溃坝的。虽然这次郑州的洪水和黄河的这个河流里的水量啊没有太大关系，不相干，因为这次黄河本身没有出现洪峰，但是历史上黄河呢，我们都知道它是一条悬河，就是它的河堤远远高于像城墙一样，要比这个城市的地面高得多。所以呢，既然是悬河，如果说它的水量达到一定程度，河堤崩坏了，那么它居高临下往下冲，如果是往北冲是农田，河南省的新乡地区现在淹得一塌糊涂。那如果是往南冲，那就是郑州市，紧挨着就是10公里就到了，就从黄河河堤10公里就到郑州市市区了，市中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郑州市没有防洪的设施和防洪的这个规划，还有这种防洪的预案，是很荒唐的。那么实际上呢，黄河是不久前是根据中国现在有的水文气象资讯，1958年黄河因为上游洪峰决口了，决口地点在黄河的北岸，还好没有到郑州。那么郑州在南岸。那么最近一次黄河又决口是1996年，仍然是在北岸。那么如果下一次黄河决口在南岸，那郑州就完蛋，被完全淹光。所以郑州的城市建设在那里奢谈海绵城市，听起来非常可笑。他应该想的是哪一年黄河或者是什么大暴雨造成这个城市水流不掉会淹死人的问题，那么今年就发生了。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它这个城市规划呀，在这个很可能需要防洪的地方，它设置了很多这个地下隧道，特别是这次淹死人这条市内的公路，它是个南北纵贯的道路，是个主要干道，它有很长的地下隧道，埋得很深。而它的捷运系统又没有充分的防淹设施，这听起来很奇怪。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城市规划是非常草率，本身就留下大量的隐患，那郑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